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里。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故事，一个真的会让你重新思考活着这件事的故事。这故事的主角是卡内基美容大学的一位教授兰迪·鲍许。他不是那种古板的教授哦，他是人机互动跟虚拟实境领域的超级大师，一个真正的梦想家，也是一个实践家。但就是这样一个站在世界顶端、充满活力的人，却收到了一份来自命运可以说是最残酷的判决书。这也让他本来只是一个学术传统的最后的演讲，变成了一场货真价实的人生告别。我们一开始就直接切入这场演讲的核心。这句话你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那种会印在马克杯上的心灵鸡汤，很正面，对吧？但好像又有点空泛。不过关键就在于谁说了这句话，以及在什么时候说的。当你知道说出这句话的人是生命只剩下几个月的兰迪·鲍许时，这句话的每一个字都变得无比沉重。他就不是什么空泛的口号了，而是他用自己的人生亲身为我们示范如何去打好一副可以说是史上最烂的牌。这句话就是我们理解整场演讲的一把钥匙。重点来了，这就是演讲当下那头所有人都心照不宣的房间里的大象。兰迪·鲍许的电脑断层扫描显示，他的肝脏里有10个肿瘤。医生非常直白地告诉他，他只剩下3到6个月的健康时光。但你看哦，当他站上讲台时，你完全看不到一丝颓废或绝望。他甚至还在舞台上直接做起了伏地挺身，用行动证明他自己说的“我比现场大多数人都还要健康”。这不只是一句玩笑话，这种在死亡面前的从容跟幽默，真的不是逞强，而是一种选择。他选择了不让癌症来定义他生命的最后篇章。这份态度就是这场演讲给我们的第一课，也是最震撼的一课。好，在了解了这个沉重的背景之后，我们来看看这一场演讲它的前提到底是什么。其实，卡内基美容大学本来就有一个传统的系列演讲，名字就叫做最后的演讲。它的主旨就是邀请学校的教授们来做一个思想实验。如果你的生命中只剩下最后一场演讲的机会，你会想要分享什么？你想想，这对大多数人来说，这只是一个有趣的假设而已。但是对兰蒂来说，它却变成了残酷的现实。所以他一开场就开了个玩笑，他说：“我总算把场地搞定了。”他用这种黑色幽默，巧妙地化解了现场那种很凝重的气氛。但这句话其实不只是一个玩笑，它更像是一种宣言。就算我面对的是最残酷的现实，我依然要用我自己的方式来主导我这最后一场秀。他把一个本该是充满悲伤的告别式，变成了一场关于生命热情的庆典。好，那他到底想分享什么呢？说出来你可能觉得有点意外。表面上这场演讲的主题非常单纯，甚至可以说是有点天真，那就是如何实现我童年的梦想。你可能会想，奇怪了，对不对？一个面对生命尽头的顶尖科学家，他最后想谈的竟然是小时候的那些梦想。这就好像一个即将登出游戏的骨灰级玩家，他不跟你聊他打败了多少魔王，取得了多少神装，反而开始跟你回忆他在新手村的时光。这背后一定有更深层的用意。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梦想清单。有很酷的，像是去 NASA 体验无重力状态；有很热血的，像是打进美式足球联盟 NFL；也有很宅的，他自己开玩笑说书呆子是从小就看得出来的，就是帮世界图书百科全书写一篇文章；还有成为影集《星际争霸战》里的库克舰长，在游乐园赢得那种比人还要高的绒毛娃娃。最后一个也是最难的，是成为迪士尼的幻想工程师。你看，这些梦想，从太空到球场，从书本到乐园，好像彼此之间没什么关联。
但它们其实就像是蓝底人生地图上的一个个坐标。而串联起这些坐标的，不是梦想本身到底有没有实现，而是通往这些坐标的那条路。而在那条路上，你必然会遇到一样东西，那就是砖墙。接下来这点，我跟你说，超级重要。如果说整场演讲是一本武功秘籍，那砖墙心态就是最重要的刑法。只要你学会了这个刑法，人生中遇到的所有困难，在你眼里都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风景。你想想，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肯定会遇到各种阻碍，对吧？兰迪就把这些阻碍比喻成一堵又一堵的砖墙。这就是他对砖墙的定义。这个观点真的完全翻转了我们对困难的传统看法。他认为砖墙的存在不是为了要把我们挡在外面，它更像是一个筛子，一个过滤器。它的目的是要把那些不够想要的人给筛掉。所以说，砖墙不是来劝退你的，它是来奖励你的渴望的。它像一个保镖，在测试你是不是真的够格，可以进入这个梦想实现的 VIP 室。我们再来念一次这句经典名言：砖墙不是为了阻挡我们，砖墙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机会，去展现我们到底有多渴望一件事情。这句话把障碍这个负面的词重新定义成了机会。所以我们来做个思想实验。下一次当你工作上遇到一个超大的瓶颈，或是你的提案被老板、被客户打枪，你先不要急着沮丧，你试着把那个困难想象成一堵砖墙，然后问自己，他在问我什么？他其实在问你，嘿，你到底有多想要这件事？你的答案就决定了你能不能跨过去。我们用他最难的那个梦想，成为迪士尼幻想工程师，来实际看看他是怎么翻越砖墙的。他拿到博士学位之后，满怀信心地寄出申请，结果呢，收到一封他形容为史上最客气的叫你滚蛋信。好，这是第一堵砖墙，抽厚的。但他没有放弃哦。几年之后，他得知迪士尼正在开发一个阿拉丁的 VR 体验。你看，机会来了。他不是去硬敲门，不是死缠烂打，他用的是创意的坚持。他找到了自己的杠杆点，也就是他 VR 专家的身份，然后巧妙地利用一个要为美国国防部长简报的机会，创造了一个让迪士尼无法拒绝的理由。他把自己变成了迪士尼需要的那把钥匙。最后，他成功拿到了梦寐以求的6个月工作机会。这告诉我们，翻越砖墙不只需要蛮力，更需要智慧。当然啦，不是每一堵砖墙你都能成功翻过去的。他另一个梦想是打进 NFL， 这显然就没有实现。不过他从中学到了一个更宝贵的功课，就是这句话：经验就是当你没得到你想要的东西时所得到的东西。他从美式足球学到的远比他想象的要多。比方说，他的教练告诉他，当别人不再批评你的时候，那才是最糟的。这句话真的，所有在职场打滚的人都应该裱框起来。当你的主管、你的前辈不再给你任何负面回馈，那不是因为你已经完美了，而是因为他们觉得你教不会了，已经把你从他们的成长名单中划掉了。所以说，那些建设性的批评其实是一种投资，代表他们还在你身上投资时间跟精力。好了，讲完了外在的砖墙，我们现在要来看内在的心法了。接下来这个部分是整场演讲的转折点，也是最精华的部分。如果说砖墙心态是教我们如何面对外部的挑战，那么接下来这个假动作哲学就是教我们如何设计内在的学习与成长路径。这可以说是兰迪身为一个顶尖教育家留给我们最宝贵的教学心法。在解释什么是假动作之前我们先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就像我们小时候被爸妈送去学钢琴，他们真的是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成为朗朗吗？可能不是。他们真正希望我们透过每天枯燥的练习，学会什么叫做纪律，什么叫做延迟满足。所以钢琴其实只是那个假动作，这就是假动作的定义。简单来说，它就是寓教于乐的最高级版本，用一个有趣吸引人的外壳去包装一个更重要但可能比较枯燥的核心观念。
这其实是一种最高明的教育方式，它利用了人性的趋乐避苦。没有人喜欢被说教，对吧？但人人喜欢有趣的事物。假动作就是把那些良药裹上一层糖衣，让你心甘情愿地、不知不觉地就把它吃下去了。举几个例子你就懂了。送小孩去踢足球是假动作，真正要教的是团队合作与毅力。兰迪自己开发的那个叫做 Alice 的软体，让孩子们以为在做3D 动画很好玩，这也是假动作。真正要教的其实是电脑程式设计的逻辑。那么重点来了，我们今天花了这么多时间在谈兰迪的梦想，他的专长。这整件事，这整场演讲，你以为是关于如何实现童年梦想？其实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设计精巧、布局深远的巨大假动作。当这个最大的假动作被揭开之后，我们才终于触及到这场演讲真正的核心。也就是说，当我们看穿了第一层的假动作之后，这场演讲的真正面貌才终于浮现出来。它根本就不是一本梦想实现手册，它其实是一本人生使用说明书。这句话就是整场演讲的最终答案，这是一个很根本的思维转变，对吗？我们大多数人都在追着梦想跑，我们在追求的是术，也就是达成目标的技巧跟方法。但兰迪告诉我们，更重要的是道，也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如何去过你的生活。当你的道对了，你把你自己活好了，让自己变成一块有吸引力的磁铁，那么术自然会显现，梦想会反过来被你吸引。这就像武侠小说里说的，要先练好内功，再去学招式，这样才能成为绝世高手。那么具体来说，要怎么活对人生呢？兰迪给出了很多具体可行的建议。第一，展现感激。他不是嘴巴上说说而已哦，他拿到终身教职，这明明是个人的成就，但他立刻自掏腰包带他整个研究团队去迪士尼世界玩。他教我们，感恩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行动。第二，别抱怨，更努力工作。他觉得杰杰·罗宾森的例子真的太经典了。作为美国职棒第一位非裔球员，他承受的压力难以想象。但他知道抱怨只会消耗能量，只有在球场上拿出无可争议的表现，才是最有力的回击。第三，做好准备。这句话我们都听过，但兰迪的诠释很关键。他说，幸运是一个方程式，准备加上机会才等于幸运。机会是给所有人的，但只有做好准备的人才能抓住它。第四，搞砸了就道歉。他还教了好的道歉3步走，这个超实用。我很抱歉，这是我的错，我该如何弥补？这才是能真正修复关系的道歉。最后，找到每个人的优点，这点我觉得最难，但也最能看出一个人的修养。兰迪的导师告诉他，这就像是在等待，你要有耐心，只要你愿意等，每个人最终都会展现出他善良优秀的那一面。这是一种选择相信人性本善的智慧。演讲到这里，其实已经非常完美了，掌声不断。所有人都以为这场智慧的飨宴就要结束的时候，兰迪却抛出了最后一个，也是最催泪的一个彩蛋。这个彩蛋一丢出来，整场演讲的意义可以说是完全被颠覆了。就在这里，全场为之动容。他问大家，你们想通第2个假动作了吗？然后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场演讲其实不是为你们准备的，是为了我的孩子们。这是一个双重假动作，一个套中套。第一个假动作是用梦想来谈人生，这是给所有现场听众的智慧。而第2个假动作是用台下的听众作为掩护，他真正的对话对象是他再也无法亲自陪伴长大、亲自教导的孩子们。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整场演讲的意义瞬间升华了。那一刻，他不再是卡内基美容的顶尖教授，他只是一个普通的父亲，一个试图用自己仅存的时间和智慧，为他3个当时分别只有5岁、2岁和1岁的孩子，打造一个永恒拥抱的父亲。他把自己所有想对孩子说的话，他的人生智慧，他对他们的爱，全部压缩封存在这1个多小时的影片里。
这就是一个数位版的瓶中信，漂流在网际网络的大海中，等着他的孩子长大后，有一天能够捡起来，打开来看看，听听他们的爸爸是个什么样的人。好，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我们从兰迪·鲍许的最后一场演讲中学到了3个核心概念。第一是专强心态，也就是把障碍视为证明我们决心的机会。第二是假动作哲学，用有趣的方式去学习更深刻的道理，而整场演讲最大的假动作就是用实现梦想来谈如何生活。最后也是最感人的是那第2个假动作，这整场演讲其实是他留给孩子们最珍贵的遗产。那现在这个问题也留给你，如果今天是你最后一次分享智慧的机会，你会想说些什么？而你最想诉说的对象又是谁呢？兰迪·鲍许用他的生命为我们上了一堂关于如何好好活着的课。他打完了他手上的牌，而且打得非常漂亮。现在轮到我们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雄，我们下次见了，拜拜。